看来琅琊王已经做了决定。那么沐雨，我们走吧。深夜，看来我们来不及让贺玉药庄名震天启了，明日便离开吧。走。不能走。怎么？难不成守护使还要捉拿我们暗河立下大功一件？告诉我破解药人之术的办法。我要救我大师兄。连月，你心急了。诸位，我们的确有事相求。如今能救唐灵皇的，只有药王谷的白神医了。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。你说要救就救。我们已经帮过你们唐门一次，可你们偌大一个唐门，内里却比旁门邪道还要龌龊。唐灵皇的死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让开！住手！这便是暗河至高武学炎魔掌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殿下，你来迟了。殿下是因为什么家国大事才来晚了？若是说出来，不足以让我们等上这么久，我们依然会走。嗨，不是什么家国大事，只是一些儿女情长罢了。哼。那便值得等，很值得等。深夜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王爷看起来似乎有些疲乏，需要我为你开些调息的方子吗？多谢神医，不必了。诸位，请。所以暗河的诸位，有何要事与我们谈？暗河自昌河接任大家长之后，已重整三家，夷平提魂殿，也斩断了尹宗对我们的牵制。如今的我们，已是一个纯粹的江湖门派。只是过往那些年，我们给江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，想从黑暗之中走出来十分不易。我们原本打算与唐门合作，以唐门在江湖上的威望，来替我们抹平一些障碍。我们本来已经和唐灵皇说好了，可唐门自己生了龌龊，唐灵尊带头造反，毁了我们的计划，让我们白帮了他们一个大忙。琅琊王，你说谁才是正，谁才是邪？你们为何不选雪月城？雪月城才是当今江湖第一城。还是王爷高见。要我说，我们两个就应该去挑战雪月城，将他们3个城主打得屁滚尿流。到时候，还管什么世人的什么成见？我们直接就是江湖第一。你说把谁打得屁滚尿流？长河，你不许说话。也罢，你继续说。曾经的我们，从出生之时起，便是被别人握在手中的剑。如今的我们，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附庸，所以雪夜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所以，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我。王爷乃北厉郡武第一人，朝堂第一人，你的光芒足够耀眼，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你们想用王爷的名声，让江湖认可暗河？可以这么说。这是利益的交换。我们会救出唐灵皇，治好他身上的药人之毒，也会除掉叶压。至于站在他背后的人，应当也属于皇族。我们会帮助琅琊王，将其势力彻底铲除。这是我们能做的。
不知这个条件是否足够？唐灵皇是我们的好友，也是连月的大师兄，他的生死于我们而言自然很重要。若是苏家主能够帮助我们一同救出唐师兄，解开他身上的药人之毒，自然是大恩一件。至于你说的，想借我之光芒照亮暗河之路，是我琅琊王萧若风的荣幸。我相信，诸位可以给江湖带来一个全新的暗河。师傅，你确定这个药给昌河大哥喝了，不会七窍流血啊？这也太补了，全都是治阳之烈之药啊！无妨，苏昌河的身体啊，扛得住。好。又冷又热，怎会如此啊？这是什么？昌河大哥，师傅让你把这个喝了。我不喝，这看起来是人喝的吗？我喝过了，看着黑，喝着甜。不喝这个，今晚你睡一个时辰便会被冻醒，再睡一个时辰呢便会被热醒，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，因为你会觉得浑身有蚂蚁在爬。堂堂暗河大家长，可受过这样的苦啊！倒像是回到了炼炉。琅琊王这个人不对劲，难不成他是练了极寒一派的功法？方才你中的那一掌之中，是以寒冰真气伤到了你。他的武功不弱，但若一掌能把我伤成这样，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跟他谈条件？研魔掌这门功夫，就是在对掌之时可以吸入对方的真气，予以反击，所以遇强则强。但是琅琊王这人的真气有毒。什么毒？是寒毒。没错，是寒毒。若只是治寒真气，我只需要吸入再打出去就好。但这寒毒，我只吸入了一掌，就开始在我体内肆意游荡起来。下毒？不是下毒，那琅琊王一进门，我就察觉到他的神色不对，他那是寒毒入体，命不久矣了。啊，命不久矣啊！可是他不是王爷吗？身边那么多太医在，为什么会中寒毒啊？据说2年之前，琅琊王带兵南征之时，男爵曾派出5名武道宗师合力刺杀他。后来那5人皆被斩杀，但其中1人实力已入逍遥天境，且修行至寒魔功月阴指，或许传言是真的。难怪琅琊王如此迫切的要和我们合作，看来他也是遇到了困境了。这寒毒无药可医吗？虽然我也需要把脉之后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，但凭我方才见过他的样子，他应当已是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。就算曾经有过能够医治的机会，但现在估计最多只剩下一线之机了。一个将死之人，
他想要的会是什么呢？或许他想借助我们之手，来移除天启城里那些意图谋乱之人。他想要在他死之前，来替他的兄长解决掉一切隐患。这便是他之所求。这般伟大吗？若我快死了，哪管什么明天未来？这天下又与我何干？我要闭关了。闭关？那寒毒能差点废了我，和我修炼的炎魔掌第9重有关系。我未能突破那道门槛，所以遭到了如此反噬。一旦到了第9重，什么寒毒、炎毒，都能轻易化解。好，那外面的事情，就暂时交由我来处理。不要太心急。琅琊王现在病入膏肓，该急的应该是他们，而不是我们。我们若几天之内就把唐灵皇完好无损地送回去，那结果如何，可就不得而知了。你的狼被我吃掉了。凭什么你的虎能吃我的狼啊？虎能吃狼，不是很正常吗？狼都是一群一群的，你的虎都是一头一头的。所谓双拳难敌4手，你孤虎难敌我群狼。群狼何在啊？在这儿。这也行啊？这不行吗？啊，我死掉了。师傅怎么还没回来？放心吧，有我们苏家主出手，那什么副统领的府邸还不是随意进出。行了，你要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我给你补上一卦。你算卦就是抛钱币看正反，能准吗？百试百灵啊！苏沐雨没回来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我记得当初在天启城的时候，有个人可是急得要死哦。今时非往日，宇哥那么厉害，用得着我这无毒无用之人担心吗？我看啊，还是那个什么副统领更需要人担心一些吧。不对，你又开我玩笑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你会担心我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可是你家主啊。我只恨我现在用不了毒杀掌，不然我一掌拍死你。就你还家主？不急。师傅，许流云死了。怎么会？他不是刀鬼吗？刀鬼也是人，并不是真正的鬼。典将军，也就是你舅舅请他去杀了药王谷那个小神医，他不敌执伞鬼，被反杀。我想，他此刻应是心急如焚，要动用更多在暗中的锋刃了。舅舅做事，我是放心的。永儿，你是因为他是你舅舅而放心，
还是因为他来办事而放心？你如今已经比师傅厉害了，想要办事，却不想沾染自己的手，亲情的确是一把趁手的工具。且看今日，舅舅能不能漂亮的办一场事吧，不然最后真要仰仗苏长河了，他可是一把双刃的刀啊。血已经止住了，宇哥，你给师傅用了护命的金不破。应该是的，是神医让我做的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他便晕了过去。很好，若是没有这金不破，此刻他是神仙也难救。师傅中的是刀伤，那股刀气还在他的体内，需要将那股刀气逼出来。穆家主，在，听我指挥，到时候一掌打在师傅的百会穴上，记得别太用力，要用绵柔阴轨的内劲，不然就算师傅活下来，他的脑门也会凹下去几分，他会气死的。明白，这个我擅长。赵岩，我需要做什么？宇哥，你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也受了重伤，现在应当好好养伤。好，你且安心救他，不必管我。宇哥，怎么回事？神医外出巡诊，发现天启城有世家弟子似乎中了药染之毒，回来时遭人伏击，身受重伤，是我没能保护好神医。莫非是许流云？你怎知是他？京城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刀鬼许流云入了天启城，而且还和飞虎将军府有些来往。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。他跑了？他已经死了。是飞虎将军府。看来长河最初的猜测没有错，还是大皇子骁勇所为。那个叶阳，很有可能也藏身在飞虎将军府。我们一直盯着飞虎将军府，想要追踪叶押的踪迹，但是他们总是故布疑阵，引得我们耗费大量精力去追踪，但是每次都是虚晃一枪。看来这刀鬼，就是在我们被调虎离山之时离开了将军府。我要去趟将军府。宇哥，你疯了！不必管我，你们好好守在此处。宇哥不可，你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疗伤。如果拖着重伤之躯去强行报仇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我若不去，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这鹤羽药庄还能安全吗？如果我是他们，知道神医掌握了药人的秘密，那不惜一切代价也会杀死他。就算刀鬼已死，也会派出其他剩下的高手追杀到底。看来这鹤羽药庄很快就要高手云集了。我和青阳早些布下的阵法还在，外人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进来。如果现在把神医转移呢？去昌河闭关的那间密室。我虽不懂医术，但毒术和医术略有相通。神医他现在不能动，若再被人带着跑来跑去，体内真气乱窜，随时都有可能会死。你居然敢在大白天来舅舅府上求教，说明你已经说服了三家之人。是的，爷爷他们已经答应跟殿下合作了。很好，识时务者才为俊杰。义卜若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。而你做了对的选择。从少时起，我便奇怪，为何影卫们可以来去自如，而我们三家却只能守在万卷楼周遭，做他义卜，做他影宗的后院守卫。直到我看见了苏沐雨，
我才明白我这些年的不服不愿，到底是为了什么。苏沐雨她不甘心做尹松的影子，难道我便甘愿吗？爷爷他们老了，而我却年轻，而年轻者便是敢于闯出旧天地。大皇子殿下，我愿做一支利剑，等待您松手离弦之日，助我之声名响彻天下。到那时候，再瞧瞧，是江湖木鱼里的剑厉害，还是朝野风云中的剑厉害？好，很好。对了，那一晚，他们二人已经带走了属于自己格子里的那份信纸了吧？带走了。很好。暗河易主之后，易卜就命人将里面的东西都取走了。大皇子给他们的是假消息吗？不，自然是真的，甚至可能比原来的那一份还要更加详细。因为消息是我很多年前从白小堂手中买过来的，那时的白小堂还并没有被琅琊王的势力所染指。殿下为何要帮他们？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帮我了。雨墨姑娘，替我关注一下天启玄武使的动向。我跟他有过约定，不过昨日我去内卫司，他们的人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如果有他的消息，他回天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哦，是。什么千杯不醉啊？才一碗老烧酒就醉倒了。昌河有一个神奇的能力，想喝醉时一杯便醉，想清醒时，即便你把整个村子的酒都搬来，那也是千杯不醉。那他今夜为何选择一杯就醉呢？因为他知道，有些话我要和你单独说。什么？我在天启城的万卷楼中找到了当年的隐秘，也知道了吴建成覆灭那夜涌入城中杀手的身份。是谁？安和。真的是安和吗？当年安和奉命派出杀手就是3名，协同卓玉洛的几名亲传弟子，发动了吴建成之乱。卓玉洛全家上下67人，唯有年幼的少主存活。顺河大逃时，被安和所擒。吴建成少主天生剑体，苏家家主垂涎其天分，会特地安排进入炼炉，以无名者身份培养，以待日后成为苏家战力。是，我一直寻找的罪魁祸首，原来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动手的杀手93名，存活下来18人。这上面的名单我都看了，每一个是我熟悉的，因为他们都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杀害。你可以看看。
陆笑颜、谢水桃、穆天泽，这些人你都熟悉吗？这些人全部都在家园里。明白了。宇哥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只是去问些问题，你在这里等着我。里面的人若是醒了，那便让他好好待着。宇哥，放心，总不能昨日还说这里是家园，今日便把整个村子给屠了。苏邪墨住哪儿？村口第3家。好。小心。前辈好雅兴，很多年的习惯了。喝上一壶酒，吃上一碟花生米，是我每日唯一快乐、轻松的时光。我理解。今日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猜出了你的身份。你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格外的相像。我的剑法和我父亲当年比起来，也并不逊色。你的伞是你的剑，我的伞中藏有18剑，这屋里屋外加起来共18人，刚好一柄剑，取一条你们的命。不愧是苏家家主，一早就看中的孩子，居然重现了18剑阵。你们这些人应该都已经死了，为何会出现在家园之中？当年提魂殿下了这个任务，大家长本意是拒绝的，因为灭掉一个无间城所带来的影响太大，会动摇暗河的根本。但提魂殿的态度很坚决，因此暗河损失惨重。93名最顶尖的杀手，最后只回来了这18人，而这18人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都遭遇到了追杀。没有人能提前知道暗河杀手所接的任务，除了提魂殿。没错，大家长也怀疑是提魂殿和下丹的雇主合谋，要杀人灭口。暗河之中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杀人灭口的事情，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雇主的信息，没有灭口的必要。但那一次不一样，雇主想要的是无间城中那些珍藏的剑谱。当我们的人冲入城中的那晚，他们那些潜入的人正在争夺无间城中的剑谱，而我们两方人马在很短暂的时刻产生了错误的交锋。正是在这次交锋的过程中，我试探出了对方所用的剑法。
长剑上9天，冷影落黄泉。没错，是9天剑法。无双城。莫急，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可偏偏号称天下无双的第一武城，赖以成名的也是剑。无双城，这个答案还真是令人心寒。为何心寒？因为我的父亲曾称赞过前任无双城城主刘云奇的剑法，对他隐有相惜之意。只可惜，苏公子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我也有一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们这些人和你没有任何的情感，也不存在任何的愧疚。安和听令行事，你也是一样。所以，今日若你想复仇，我们必定杀你。我若要寻仇，找的也应该是卧道之人，这点我明白。更何况，入了家园，这一生的罪孽荣光都将洗尽，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苏家主，多谢。我们这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动过刀子了，现在挥起锄头来，可比挥剑来得更熟练。告辞。桃儿，怕他做什么？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杀不了这么个小子？恐怕还真杀不了。18剑战可不是闹着玩，更何况桃儿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已经来了很久了。刚才我们现身的时候，门外这人就已经动了杀气。如果我们真的动手，他一定会冲进来的。他是暗河这一带的大家长，苏长河。苏长河，有意思。那他身上这股气息是？他练了研魔掌。研魔掌。我听说，这是一门被诅咒的武功，但凡修炼此等武功的大家长，都不得善终。我不相信这种说法，只因我们这样的人，大多都没有善终，所以才显得似乎每一位修炼研魔掌的大家长都不得善终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不让你来吗？我喝醉了，没听到。不是让昭妍告诉你了吗？我为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的话？不过既然你不打算动手了，那我们明天去南安吧。为何这么突然？要去南安？刚刚来的消息，你相好的让我们去玩。说原话。苏兄，见信安。吾近日归南安城，欲重开药庄。目前已有良医看病治人，却缺药童捣药揽客。不知沐雨兄可有闲情来暂带几日？若沐雨兄无空也无关系，但切记别把昌河兄带来。邀请的只有我，乃我们。你一句话，
去还是不去？可去，你也一起去。难道在他们那里你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有用的消息？你觉得呢？这样的生活可真美好啊！暗河的大事已定，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大事了？狗爹，你又开始胡说八道。我觉得苏沐雨蛮好的啊，暗河里面这些人啊，我看他最顺眼。可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，太轻了，感觉很没趣的样子。可能大多数女孩子会喜欢他那样，看起来温柔，而且长相也很俊秀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更喜欢有意思的人，比如苏昌河那样。啊？那可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要武功有武功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而且呢，人也很有趣，说的话别具风味，是一个很特别的男人。这个臭小子，你这个臭丫头！哎，狗爹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不能杀你，你是我的女，但我可以把苏昌河那个卵子杀了。你等着啊，我马上回来。他可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沐雨只是一个苏家家主而已。为何狗爹你这么喜欢苏沐雨，对苏昌河却这么抗拒呢？苏昌河那个臭小子啊，功夫是高，但是一肚子的坏水啊！你要是嫁给他，爱欺负是小事，怕是一辈子要当寡妇啊！哎，英雄注定是要被你们这些俗人所误解的。我们家昌河呀，那岂是……没想到神医对我居然如此中意啊！不会吧？我对神医也十分中意啊。怎么来的人是你呀？那你希望来的人是谁？这个姑娘是？她是这个世间苏沐雨最在意的女人，她是和苏沐雨青梅竹马长大的好妹妹，她就是萧昭言，来自暗河的家园。去南安，那里有位神医，正好缺一名捣药的弟子。原来苏沐雨时常挂念的那位家园中的人，就是萧姑娘啊。小妹萧昭言见过白神医。小妹，这么说，萧姑娘比我年轻了。敏感了，敏感了不是？你这小丫头真不会讲话。白神医才30，你怎么能叫姐姐呢？你应该叫她狗爹。在，给我杀了他！好嘞！呀，往来跑！哎，直说，中间，哎，打不着。萧姑娘，既然你来了，那么苏沐雨呢？啊，沐雨哥哥说他好像要去见什么人，没有与我们同行。不过他一会儿就到。见人？让开！认真说来，我们已经间接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，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相见吧。影宗宗主，易卜先生，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昌河。正是。
暗河打杂人苏长河，奉苏家家主苏沐雨之命，在此留下你的姓名。即便知道对方所有的情报又如何？他还是天下第一，你们还是对付不了他。你方才放下的那一个卷轴，值100两黄金。你还没走？爷爷让我留下来，他说你或许需要我的帮助。我不要你的帮助。你想看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你寻到。白小堂，剑心中，暗河。是的，暗河的情报全在这里。我猜，这便是你要寻找的东西。但我也不确定你要找的这里是否都有，毕竟影宗不是万能的，不然天下白小就不会是白小堂了。这些都需要密石才能打开，而密石藏在我阿爷家中。我有。看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拿到这2把钥匙便能得到答案，后来发现，以影宗的态度，必然不会让我们进入其中，反而还会暴露目的，而被他们以此要挟。于是我和昌河便提前制定了这个计划。看来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怎么？落了些东西，在这儿等我。苏沐雨受了重伤。三爷，
找机会在苏沐雨背后射出一箭，改变今晚这场战斗的结局。你去寻了什么东西？这就不便与你说了。把这栋楼都烧了吧。烧了？整栋楼？对。方才露出的破绽是故意的。不愧是影宗宗主，还是有几分实力的。我差点就输给你了。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我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什么而活？起来！你这个懦夫，将来要怎么样重振影宗？我要重振影宗。我不是什么影宗复兴的希望，我只是个小孩，我要出去玩。少宗主，老宗主已死，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从那天起，我成为影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主。我这一辈子算是无比失败的吧？影宗不仅没有振兴，还在我的手中彻底消失了。我还失去了我的徒弟和我心爱的女儿。我听说临死之前，之前的回忆会像跑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。我看你发了许久的呆，也是在回想自己的一生。别想了，看着我。
来呀，你动手啊！啊！告诉我，天启城中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都有谁？怎么？你是想把他们都杀掉是吗？是又如何？你觉得我杀不了你，可我不还是把你们都杀了？放心吧，如果让人知道，在江湖上恶名昭著的杀手组织背后竟是朝廷所控，那会引起天下的恐慌吧？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，也不过是寥寥几人。寥寥几人便是友人。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怎么样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这老头怎么处置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问你啊？明明我才是暗河之主。要我说，就把他的手脚都砍了，要不然他是不会告诉我们天启城中还有谁盯着暗河。就算你斩断他的手脚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杀过的人不少，这样的眼神，应当也见过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无趣啊！我不过就是想折磨他一下罢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秉承这最后一点的良知，我愿意听听。是影子，连一生都是影子。影子，若是想走到阳光下，便只能消失。你们终将会失败的。真是无畏气！苏沐雨，今天我们也算是大获全胜，我请你到碉楼小筑上去喝上一杯。我们烧的不仅仅是影宗，还是明面上的国丈府，得立刻离开天启城才是。影子若想走到阳光之下，便只能消失。那影宗不再成为影宗，而拥有了国丈府的身份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影子到了阳光之下？所以，义卜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不仅是在诅咒我们，也是他现今的写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内阁放着这些，我没有看。你不是一直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。以前的事儿，管他做什么。以后暗河，你我，只有明天。